这就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麾下的新公司 Trump Mobile 特朗普移动推出的新款智能手机 T1，俗称是 Trump Phone， 售价$499。T1 难道还要有 T2 吗？没错，我拿到真机了，我应该是全中国第一个为他做开箱视频的人了。特朗普，美国总统，但商人才是他的底色，顶着自己的名字卖过冥币，狂割了几亿美元，还卖过 NFT 卡牌、手表、香水、球鞋、银币和$1000的签名圣经，堪称景区礼品店，还虚报身价骗银行的低息贷款，最终被判欺诈，吃了$4.5亿的罚单。哦，对了，他们最近还在卖这个系列，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 Trump 250系列。在他最近当总统的1年时间里，竟然让他狂赚了30多亿美元，现在还卖起手机了。全世界190多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的历史上卖过手机的国家元首就他一位。这个手机扬言美国制造，你敢信？美国这个把生产外包给全世界，连个完整流水线都没有的地方，还能造手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 Trump Phone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包裹就是 Trump Phone 送来时候的原盒，只是贴了一张照片而已。打开之后，里面拿出来了3样东西，一个手机本体 SIM 卡，还有一张纸儿。我们一个个来看。首先是手机的包装盒，整体非常的简约，上面写了一个 Trump Mobile， 然后底下写了一个 T1， 背后有一个国旗，顶上是放条形码的地方。Proudly assembled in the USA， 骄傲的在美利坚合众国组装。那为啥不直接写 Made in the USA 呢？然后是这个 SIM 卡，你在官网上下单的时候就必须要先买这个47话费套餐，因为特朗普现在是美国的第47任总统，你看他的月费是47.4毛5美个月，因为特朗普同时还是第45任美国总统。那你为啥这个月费不能是45.4毛7呢？非得是47.4毛5？所以你看，特朗普家这个 Trump Mobile， 它不仅卖手机，而且还是一个运营商。而且你如果想要买这个手机，你还必须要买它的这个运营商服务。其实，在美国，运营商是私营的，理论上是谁都可以开。如今，美国有3大运营商 ：Verizon、AT&T、T-Mobile， 全都是商业公司。除此之外，市面上还有许多小的运营商。当然，建基站、买频谱都是天文数字，小运营商搞不起这些，他们做的其实都是虚拟运营商的生意，也就是租大运营商的网络服务转手零售俗称二道贩子。 Trump Mobile 也是这么一个模式，他租的呢是 T-Mobile 的网。翻到背面，这里怎么会有一块空白啊？打开，这是黄色黑色配色，略有设计啊。表面金碧辉煌，内里就是这样子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这张纸，一张随处可见的 A4 打印纸，下面都有点糊了。我真的好期待，因为 Trump Phone 的官方实际图一直都是变化多端。刚发布的时候，特朗普的二儿子 Eric Trump 上节目时候拿出来的手机是这样的，2台换壳的 iPhone 啊。Wow, what an amazing day. 然后等官网上面要发布的时候呢，就不敢这么直接了，变成了这样 P 图版的 iPhone， 去掉了很多这种摄像头周围的细节，然后把灵动岛那个地方变掉了，这个摄像头变成挖孔的了。你知道这是啥？这是消费者在他们官网上要下定金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产品图。到了8月，他们又在 X 上发布了这个三星 S25 Ultra， 但套了第三方手机壳。这次终于不是 iPhone 了，甚至当时手机壳的 logo 没有 P 掉，还被嘲讽了一波。所以 T1， 在我面前显露你真正的样子吧！掉出来一个，看里面他还送了一个手机壳，哇，好黄啊！但是你看这个造型，100%确认它既不是 iPhone， 也不是三星，这个好像那个明耀之星的卡牌。整个贝壳都是黄色的，光线之下还是有一些反光的。然后它的侧面的棱角是有一些倒角设计的，比较锐利。上面有一个耳机孔，3颗摄像头，下面写着 Trump Mobile， 下面是美国的国旗。这个国旗怎么看着比正常的美国国旗要窄呀？对比一下。
9、10、11、11、12、13啊？怎么回事？犯了这种原则性错误？也许他是想要用下面的这个 Trump Mobile 来代替掉2条啊，我就不替你找补了，特朗普总统。整个手机从外观上来看，并不算好看。开机，大大的 T 迎面而来 ，Trump Mobile。出现了 Trump Mobile， 这是什么布局？右边是 Google Play 商店，左边是 Google 全家桶。SIM 卡果不其然是没有信号的，但是这个 SIM 卡它为什么叫 Trump？SIM Trump 是吗？而且插上自己的 SIM 卡也是能用的。看看它都有什么应用啊？一滑，全部都是谷歌嘛。没想到在这个几乎是原封不动的原生安卓系统里面，竟然还有一个特朗普的小巧思，预装了自己的 Truth Social。所以现在就是特朗普反抗这个谷歌巨头的结果，就是一堆谷歌全家桶下面包含一个他小小的预装的 Truth Social。弱小可怜又无助啊，但也算是花了一点点心思吧，给还不了解的小伙伴们介绍一下。2021年 Trump 败选之后，推特呢就被封号了，理由是存在进一步煽动暴力的风险。他一气之下创立了自己的社交平台，名字就叫做 Truth 真理。当时他说的原话是：我创立它就是为了对抗科技巨头的暴政。结果呢，2022年8月被谷歌制裁了，理由是平台上充斥着暴力威胁内容，缺乏言论管控，拒绝让它上架 Play 商店。后来为了上架，特朗普团队的人不得不低头，承诺对 Truth Social 进行内容管控，才得以被谷歌放行。看一下配置，处理器是骁龙7 Gen 3，12GB 内存，512GB 存储，6.77英寸，236x1080分辨率，120赫兹屏幕，运行的系统是安卓15。总的来说，这就是一台稍微过时的中端的安卓机。不过我真的翻遍了所有的东西，一个 Made in USA 的字样都找不到，唯一沾边的就是盒子上的那句骄傲的与美国组装。因为 T1 它彻头彻尾就是台 HTC U24 Pro 的换皮样。HTC 老牌的台湾手机厂，全世界第一台安卓手机就是它造的，巅峰期能跟苹果、三星掰手腕，后来就没有后来了。现在主业在做 VR。T1 无论是外形、规格，还是拆开后主板、电池、相机的位置，都和 U24 Pro 几乎一模一样，只有电池容量比 HTC 高了400毫安时，连屏幕的像素布局都是同款的三星专利布局，绝不可能出自美国人之手。而美国制造是一个受到美国法律保护的定义，他们自然是不敢乱写。去年6月16日，特朗普的2个儿子同时宣布成立 Trump Mobile， 说要卖这款手机的时候，就已经有专家指出，以美国现有的产业链，硬要造一台手机，成本会高达$3500。They'll be $3,500 arrive. Trump Mobile 的官网也在9天后就心虚地撤下了 Made in USA 的字样，改成了暧昧的 American Proud Design。而前面提过的官图变更以及官网几次改变的规格数据，大概率都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定好要贴牌哪台手机。更离谱的是，今年4月在手机发售3度跳票之后，官网还偷偷更新了一批免责条款：一、电影金不保单，不锁价格，你连机器是啥样都不知道，就要先花$100预定，但最终售价还可能会变。可直到现在，官网左上角都还写着立即锁定你的 T1 促销价呢，完全自相矛盾。2、手机不保证能造出来，等就行。3、手机规格不保准，等就行。翻译一下就是钱先交，梦后圆，圆不圆全看圆。Where the fuck's my phone？ 好在现在是顺利出货了，但是对于当初那些冲着美国制造去买的人，恐怕还是会相当失望。Trump Mobile 的口风已经彻底变了，只肯说最终组装在迈阿密。In Miami. 真正的产地，他们只肯说是在一个 favored nation， 不想说是中国。我懂，可是 HTC U24 Pro 的盒子上都有 Made in China 的标签哎。我这台填入关申请的时候是需要填产地的，当时我想了想，得填中国呀。所以 T1 这台手机口号是编的，网是租的，手机是套皮的。但是最离谱的是，连特朗普这个名字都是租来的。名义上 Trump Phone 只是特朗普把自己的名字像商标一样授权出去的产品，
但只要深究，就会发现这些钱最终还是会回到他自己的口袋里。所有特朗普家族售卖的商品页面最下方都会有一行类似的小字 ：Trump Mobile 及其所有产品和服务，并非由特朗普集团或其任何关联方负责人设计、开发、制造、分销或销售。就以我们手上的这台 T1 为例，法律上直接运营 Trump Mobile 并且直接售卖这台手机的是一家名叫做 T1 Mobile 的公司。这家公司是在手机发布会的2个月前在佛罗里达匆匆注册的。股东是谁，至今是个谜。他们把技术、法务、财务这些工作通通外包给了一个叫做 Liberty Mobile Wireless 的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2018年，领英上只有几十号人，注册地址还是特朗普大厦里的一套豪华公寓。不管是 Trump 还是 T1，这些商标都是一家叫做 DTTM Operations 的公司授权给 T1 Mobile 的。DTTM 是特朗普家族专门成立用来持有 Trump 商标的公司，和特朗普集团一样，都属于他们家2014年设立的唐纳德 J 特朗普可撤销信托。负责管理信托的受托人是特朗普的大儿子小特朗普，而信托的最终受益人是特朗普本人。简单来说，可以理解成所有的收益都是特朗普的，特朗普可以随时从这些信托里面把钱给拿出来，而所有的套娃操作只是从名义上帮他塑造一种我没有在管我家生意的假象。对特朗普来说，当总统管国家那都是次要的，把总统2字变现才是他在任期里最重要的任务，而 Trump Mobile 只是他无穷无尽的生意中最新的一环罢了。当然，论给特朗普赚钱的能力， Trump Mobile 确实排不上号。有人从 Trump Mobile 的网站漏洞里看到，实际的订单量大概是3万台左右，加一起也就1500万美元的流水。这跟他狂捞14亿美元的加密货币项目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和坑了投资者38亿换了3.5亿营收的 Trump 冥币比起来，连零头都算不上。和这些约等于诈骗的虚拟货币项目比起来，这款手机已经算是一个相当良心的生意了。毕竟在特朗普的宇宙里，这是真的已经是一个至高的评价了。但是再小的钱也是钱，就和 MAGA 小红帽一样，他们都是特朗普亲手打造的特朗普支持者的身份标志。MAGA 小红帽55美元一顶，一次买断；手机499美元门槛，随后47块4毛5美元按月续费。卖它的人没想做个好手机，买它的人也没想买个好手机，他们只需要在掏出来那一刻，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支持谁就可以了。就是每个月都要出47块4毛5支持一下。你的名字叫做成功。看这台手机我还挺感慨的，一台号称美国设计、美国制造的手机，最终是由中国的工厂生产，在迈阿密完成最后的装箱。它的背面印着一个少了2条的美国国旗，系统里同时装着科技巨头的全家桶和号称反抗巨头的社交软件。它跳票将近1年，在特朗普访华后突然发货。值此美利坚250周年之际，我衷心的祝愿这个世界可以更美好吧。